欢迎来到本期视频。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老子《道德经》第10章的深奥智慧，揭示智慧与悟性的真谛。悟性并不是一种逐步积累或突然爆发的现象，它一直都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通过古老的故事和老子的哲理，我们将深入了解开悟的本质，发现开悟并非是外来的奇迹，而是源于对自身的彻底接纳和理解。老子告诉我们，开悟的关键在于过平常的生活，接受自己当下的状态。当你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这种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正是开悟的体现。真正的智慧和悟性隐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自我消融后，我们才能在平凡中找到非凡的境界。本期视频将帮助你打破对开悟的误解，激发你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平静与智慧。如果你对人生的智慧感兴趣，对自我探寻充满好奇，那么就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开启这段充满启发的智慧之旅。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老子《道德经》的世界，发现平凡中的非凡吧。第一个问题，智慧和悟性是逐步增加，还是像爆发一样的来临？悟性从来不会来临，它既不是一个突然的现象，也不是一个逐步的现象，因为它一直都在那里。你现在就拥有它，它并非将要在未来的什么地方发生。你蕴含着它，就像种子蕴含着树，女人蕴含着孩子一样。你现在就带有它，现在它取决于你。如果你的强度是十足的，你就会突然达到它；如果你的强度不是十足的，你就会渐渐地一步一步到达它。但是悟性从来不会来到你的身上，你就是悟性。开悟不是某件临到你身上的事情，你就是开悟。记住这一点，那么它就是一个选择，你的选择。如果你的渴望是全然的，那么在那个全然的渴望之火里，所有覆盖悟性的东西都会烧掉。突然间，光明在那里了，但是这要取决于你。逐步的发生或者突然的发生，都不是开悟本性的一部分。不要推卸责任，人们就是这样创造哲学和宗派的。日本有2个禅的宗派，一派相信顿悟，一派相信见悟，好像他们是开悟的质量，好像他们属于开悟一样。他们并不属于开悟，开悟永远在那里，它是供你选择的。如果你的渴望是全然的，那么一刻也不会耽搁。但是如果你的渴望不是全然的，那说明你自己不愿意它马上发生。你希望推迟它，你明天或者将来的某一天才想要它，然后你继续玩把戏。如果你真是诚心诚意的，那么就没有时间间隔，它当下就可以发生，一刻也不需要耽搁，因为它已然如此。一个人只要向内看，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想要它，那么你可能会等上好几千年。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古老的故事，它发生在斯里兰卡。有一个伟大的佛教师父，他教导门徒几乎有80年的时间。当他12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说，现在我再过7天就要死了。所以几千个门徒聚集在一起，参加做最后的达显德闪，见他最后一面。在嘱咐和向内融化之前，这个老人问他们，有没有谁想陪我去的？如果有人想马上涅槃开悟的话，那么他只要举手就可以了。人家知道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他不是在开玩笑。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开过玩笑，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他说话算数。他们开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几千个人居然没有一只手举起来。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请不要误会我，我并不是想马上陪您去，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很多事情要经历，很多业障要消除，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想要开悟。您能提供一些关键性的忠告吗？因为您就要不在了。这个师傅
他的整个一生，整整80年的时间，都在给予关键性的忠告。他们还想要他对此说点什么，好让他们能够推迟、计划和考虑未来。年老的师傅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人已经准备好了，他就准备带他一起去，但是没有人准备好。人是狡猾的，因为有头脑是狡猾的，而头脑最大的狡猾就是他总是把责任推在别的事情上。如果开悟是逐步的，那么你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做，它是逐步的，它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开悟是突然的，那么它为什么还没有临到你的身上呢？你会问，如果它是突然的，那么为什么它还没有临到我的身上呢？不，它不可能是突然的。但是如果它是突然的，就没有必要为它的发生做什么了。那么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就等着，它什么时候发生，它就发生了。你纯粹是要逃避，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的责任。沙特说过一句话，的确很美。他说，人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人没有不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任何一条路，但是不要被愚弄。你没有不选择的自由，因为即使当你认为你不再选择的时候，你也在选择它的反面。有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他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做桑雅生。我有70%、80%的准备，但是有20%没有准备好，所以我怎么能做桑雅生呢？我还没有全然。所以我说，可以，但是你仍然在选择。现在你正选择你头脑中较小的一部分，那个说，不要做桑雅生，约20%。现在你在选择20%，反对80%，所以不要认为你没有选择。那是不可能的。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不得不选择。即使你不选择，你也在选择，选择在那里。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一个人没有不选择的自由。如果头脑说它是逐步的，那是一个选择；如果头脑说它是突然的，那也是一个选择。当你说它是突然的，那意味着你想要放弃所有的努力，所以你选择顿悟，这样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了。当它发生的时候，它就发生了，什么也不能做，因为它是一件突然的事情。就像空中的闪电一样，当它发生的时候，它就发生了，你无法为它做准备。它不像家里的电，你可以开，可以关，它并不取决于你。它是一个突然的现象，当它发生的时候，它就发生了。你只能等待它。如果你考虑在空中发生闪电的时候读一则电报的话，那么你就必须等待。当它发生的时候，你可以读它。你能做什么呢？想要逃避努力的人会选择顿悟，想要逃避巨大的、全然的责任，想要逃避它可以马上发生的责任的人会选择逐步的哲学。我不是在说任何关于开悟的事情，我有说关于你的事情。这是帮助你去感觉你的渴望，全然的渴望。开悟是突然的，部分的渴望，开悟是逐步的。这跟开悟的本性没有关系，记住这一点。第二个问题，道家同意立即成道或渐进的成道。他们不管这个，老子不管这个，因为他说只要平常就是开悟，它不是什么特殊的，一个人必须达到的东西，它不是一种成就，它不是什么一个人必须达到的东西，它就是你，它在你绝对的平常里开花。想要非凡，那正是自我的病。自我总是想要非凡，想成为特殊的、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人，那是自我的强烈的渴望。如果你能成为一个洛克菲勒，那很好；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希特勒，那很好；或者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洛克菲勒或者一个希特勒的话，那就抛弃红尘，考虑成为一个佛。但是总要成为一个人物，一个特殊的人物，一个历史性的人物。老子不管开悟和所有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他说，只要平常。当你觉得饿了，
你就吃；当你觉得渴了，你就喝；当你觉得困了，你就睡。只要像整个存在一样自然，然后突然间，每一样东西都在它的全面的辉煌里，什么也不需要了。平常是存在最非凡的状态，因为自我融化了。自我是微妙的，你在一个方向摆脱它，它就从另一个方向来。你把它从这扇门推出去，回到房间里，而他正坐在宝座上，他已经从另一扇门进来了。甚至在你进来之前，他已经在那里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只小猫，一只非常漂亮的小猫。他问我，他应该给这只小猫取个什么名字。我把它叫做自我，因为自我非常狡猾，而猫当然是狡猾的，没有东西像猫那么狡猾，所以他就把他的猫叫做自我。但是渐渐的，他觉得腻了。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单身汉，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他总想一个人待着，但是那只猫老是打扰他。他想睡觉，他就跳到他的胸上。有时候他进来，爪子上都是血迹，弄脏了座椅和他的衣服，因为他一直在抓老鼠，所以他成了他的麻烦。对一个从来没有照顾过任何人的单身汉来说，他比一个妻子还要麻烦。他问我该怎么办，这个自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麻烦，所以我就告诉他，自我总是一个麻烦，你去把它扔了。他说，但是他认识镇上所有的路，他会回来的。我告诉他，你到森林里去。于是他就跑到森林里去，好让猫找不到回家的路。他一直往里面走，往里面走，然后他迷路了。然后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他让猫走，跟着他，然后回到家里。那是唯一的办法，那里没有其他人可以问路。那只猫像箭一样准确地回到家里，毫不犹豫应该走哪一条路。于是我告诉他，你的猫具有完美的自我的品质，你无法轻易地扔掉它。不管你跑到什么地方去扔它，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它已经在那里了。或者有时候你可能走迷了路，那么你还不得不跟着它，因为只有它认识路。自我是非常有智慧的，智慧在它的狡猾里。老子不给自我任何立足点，任何站立的地方，所以他不谈论开悟。所以如果你遇到老子，你不要问他，你相信顿悟还是渐悟？他不会回答你，他会笑你多么愚蠢，不需要任何开悟。那个词不是为老子产生的，他的词汇里没有这个词。他十分简单，他说只要平常。为什么要渴望变得非凡，渴望成为人物呢？如果你无法成为世界上的人物，那么至少也要开悟。然而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不能对自己原本的样子感到满足，感到满意呢？如果你问我，我就说，对自己原本的样子感到满意就是开悟。它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它并不像瑜伽行者所确认的康达里尼在上升，光有照耀内在的体验，天使和上帝和这个和那个。如果你理解，这些都是胡说。开悟不是这种类型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康达里尼、光、上帝、天使、天堂、地狱，都是魔术师口袋里的东西。你想要它们，它立刻生产，立刻供给。你发出要求，魔术师就把那些东西提供给你。你想要特殊的东西，他就把特殊的东西给你。他利用你，他靠你的荒唐的欲望生活。老子是绝对简单的，他没有口袋。他说，为什么不只是存在呢？这有什么不好呢？你的存有里面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要努力呢？谁将做出努力呢？你将做出努力。你的努力无法超越你，不管你做什么，都是你去做。他怎么可能超越你呢？他怎么可能是超越的呢？
你怎么可能用你自己的努力来超越呢？这是不可能的。你再试着做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继续跳上几千式，而什么也达不到。接受你自己，那是唯一存在的真实，那是唯一存在的可能性。接受你自己原本的样子，然后突然间每一样东西都被转变了。接受这个词是属于老子的，开悟不是全然的接受，无论是什么情况，别的都不可能。事情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偶然的来到这个广阔的宇宙。这个广阔的宇宙希望你像这样，现在你接受。只有两种情形可供选择，要么你拒绝自己，要么你接受自己。如果你拒绝自己，那么又有两种可能是开放的，或者你以世俗的方式拒绝自己，或者你以非世俗的方式拒绝自己。如果你以世俗的方式拒绝自己，那就意味着你想要比你现正更加美丽，你想要比你现在更加强壮，你想要比你现在更加富裕，你想要拥有比你现有更大的房子。这就是以世俗的方式拒绝。如果你以非世俗的方式、宗教的方式拒绝自己，那就意味着你想要达到觉悟、三摩地、开悟、成道、涅槃，你想要变成一个佛，你想要拥有上帝，你想要活在无限的喜乐里。这就是你以非世俗的方式拒绝。这两者都是拒绝，两者都是错误的。在老子那里，两者是同等荒谬的。你的市场是一个市场，你的寺庙也是它的一部分。你的这个世界的欲望是世俗的欲望，你的另一个世界的欲望也是欲望，也是世俗的。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非世俗的欲望。欲望本身就是世俗的，欲望意味着世俗。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苏菲的生活中。有一个伟大的神秘家，他独自过着宁静的生活。有一天，他突然被上帝的一个信使吵醒了。使说，你的祈祷已经被接受了。现在至上的存在，创造者对你十分满意。你可以要求，你的任何欲望都会得到满足。你只要一要求，它立刻就会实现。神秘家有一点困惑，他说：你来得晚了一点。当我需要东西的时候，当我有很多欲望的时候，你从来不来。现在我没有欲望了，我已经接受我自己了，我完全自在、安心。现在我甚至不在乎上帝是否存在，我不向他祈祷。我祈祷是因为感觉好，我已经完全停止思考它了。我的祈祷不再是针对任何人的讲话，我只是在我呼吸的时候祈祷。它非常美丽，上帝是否存在没有关系。你来得晚了一点。我现在没有欲望了，但是那个天使说，这将是对神的一次冒犯。当他说你可以要求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求。那个人感到很为难，他耸耸肩说，但是我能要求什么呢？你能提一点建议吗？因为我已经接受每一样东西了，我觉得非常满足。最多你回去告诉上帝，我很感激，替我谢谢他。每一样东西都各得其所，什么也不缺，每一样东西都是完美的。我很快乐，很喜悦，我对下一刻一无所知。这一刻就是全部，我十分满足，你去替我谢谢他。但是那个天使很固执，他说，不，你必须要求点什么，仅仅作为一种礼貌，你要懂事一点。然后那个人说，如果你坚持要这样，那么就请你要求上帝，让我保持像现在这样无欲。只要给我一样东西，无欲，或者是接受性，它们两者意味着同样的事情。欲望意味着拒绝某种东西，你想要成为某种别的东西。无欲意味着接受，你对事物现在的样子感到快乐。实际上，那些事物是没有关系的，你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那才是要点。老子说，满足你现在的样子，别的什么也不需要，然后突然间每一件事情都发生了。
在深深的接受里，自我消失了。自我通过拒绝而存在。每当你拒绝什么的时候，自我就存在。每当你说不的时候，自我就被加强。但是每当你说是，对存在说一声全然的是的时候，那就是你所能进入的最伟大的静心。你也可以进入所有其他的静心，但是你最终不得不从里面出来。这是你唯一进得去、出不来的静心，因为你一旦进去，你就不在了。没有人能够从里面出来。第3个问题，你说过任何问题都是暴力的，而你还是鼓励我们提问题，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暴力的，你们需要宣泄，你们有问题要问，你们可能没有勇气问这些问题，所以我才鼓励你们。你们有问题要问，你们必须经过它，你们要问这些问题。我不是说我的回答将摧毁这些问题，不是的。我回答的意图不在那里。我的回答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它们会使你觉知所有的问题都是无用的、徒劳的、荒谬的。我想要你们来到头脑停止提问的点上来，但是你们做不到，因为你们充满了问题。要释放他们，不要压制他们。要勇敢，即使你知道他们很傻，也不要隐藏他们，因为如果你隐藏他们，你就永远摆脱不了他们。即使他们是荒唐的，所有的问题都是荒唐的，你也要问。而且我也不是真的在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你们的问题就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他正在发高烧，他正在烧到41度、42度、43度，他的神志失常了。然后他说，每样东西都在动，桌子飞到天上去了。然后他问，这张桌子要到哪儿去呢？对他说什么好呢？不管你说什么都是错误的，因为桌子根本不在飞。而你无法使那个人相信桌子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他就在房间里面，根本没有动过。那不可能说服他，因为你无法说服任何人怀疑他自己的体验。你怎么可能说服任何人怀疑他自己的体验呢？当他自己的体验支持你的说法时，说服才有可能，否则是不可能的。他看见桌子在飞，试图飞出窗外。那张桌子有一对翅膀，不仅是那张桌子，他所睡的床也在跳，也在准备起飞。你怎么可能说服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呢？如果你设法说服他，那么你也病了。只有一个发疯的医生才会设法说服。不，医生会说，你别担心，桌子会回来的，我们会把它搬回来的，别担心，我们会采取措施的。医生将设法降低他的体温，当体温降下来的时候，桌子也就自动降下来了。当体温正常的时候，桌子就在他的位置上，他一直都在那里，一寸也没有动过。那就是你们的境况。我明白，我知道你们在精神错乱，而且这种精神错乱是非常微妙的，没有温度计可以测量它，它是一种内在的，而不是身体的温度。你往里面是精神错乱的，然后就有问题，问题和问题，它们就像苍蝇一样到处乱飞。我帮助你们提问，甚至鼓励你们提问，就是让你们摆脱它们。这是一种宣泄，这是静心的一部分。在听我问答的过程中，你会渐渐地来到一个点上，在那里你将理解所有的问题都是徒劳的。事实上，提问是没有用的。当这种认识在你里面升起的时候，你的态度将有一次彻底的改变，然后问题就会消失。当所有的问题都消失的时候，答案也就出现了。要牢牢记住，答案并不像问题那么多，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问题也许有几百万个，答案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那就是自我认知。所以，我是有帮助你们做的觉知。有一个苏菲的故事，
有个人经过一应苏菲的修道院，出于好奇，他们进去看看那里面在发生什么。里面的人正在宣泄，他们兴奋异常，又叫又跳，完全疯了。那些游客想，这是一座疯子修道院。我们一直以为人们到这里来是达到开悟，但是这些人都已经发疯了。他们的师父坐在宣泄的中间，疯狂的混乱包围着他。他在混乱的中间静静地坐着。那些游客想，为什么师父安静地坐着呢？其中有一个人提示说他可能太累了，他可能已经发疯过度了。然后过了几个月，当他们办完事情准备回家的时候，他们再一次经过那个修道院。他们又去看那些疯子的情况，但是现在每一个人都在静静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在他们接近修道院的时候，他们开始害怕，那些人都已经离开了吗？因为里面听上去似乎什么人也没有。当他们进去以后，每一个人都在那里，但是他们坐得很安静。然后又过了几个月，他们又来出差，好奇心又把他们领到那座修道院。他们进去一看，里面没有人，只有师父坐在那里。于是他们问，这是怎么了？师父说，在你们第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是初学者，他们充满疯狂，所以我鼓励他们宣泄出来。在你们第二次经过这里的时候，他们已经明白了，他们已经平静下来，所以他们安静地坐有那里，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有你们第三次经过这里的时候，他们连待在这里也不需要了。现在他们这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安静，所以我就把他们送进世界了。我在等新的一批人。当你们下一次经过的时候，这里又会出现疯狂。我鼓励你们提问，这是为了把你们的头脑拉出来，这会帮助你们平静下来。我的问答事实上并不是任何要回答你们问题的努力，它是一种杀死那些问题、谋杀那些问题的努力。我不是一个老师，我可能是一个谋杀者，但我不是一个老师。我没有教你们任何东西，我只是有摧毁你们的问题。一旦所有的问题都被摧毁了，你的头脑就被砍掉了，我谋杀了你，然后你将完全宁静、满足、彻底安心。没有问题存在，你一刻接着一刻的生活，你在它里面享受快乐，一刻接着一刻，没有问题存在。我反对玄学，但是我必须谈论玄学。我的整个工作都是治疗性的。我不是一个玄学家。我的工作就像这样，你的脚里面有一根刺，我拿另一根刺把第一根刺从你的脚里面挑出来。第一根刺和第二根刺差不多，没有质量上的不同。当第一根刺依靠第二根刺的帮助挑出来以后，我们把两根刺都扔掉。当我把你的问题拉出来以后，我不是说要把我的回答放在问题空出来的位置上，不是的，要把我的回答也扔掉，就像你扔掉你的问题一样，否则我的回答将给你引来麻烦。不要带着我的回答，它们只是治疗性的，它们就像刺，它们可以用来挑出其他的刺，然后两者都必须被扔掉。第四个问题，有一个西方的瑜伽行者华纳·艾哈德 Werner Alhart 说，你一直试图改变或者忍受的问题将在生活进程的本身被清理掉，这跟静心怎么联系起来？两者是不是不兼容的？艾哈德完全正确，但是你可能会误解他，因为他所说的话跟任何老子所能说的话一样深奥。你可能会误解他，试着理解这一点。深奥是危险的，如果被无知的人听去，他们就变得非常非常危险。跟你的愚蠢连在一起，深奥就可以变成一种极大的堕落。是的，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你一直试图改变或者忍受的问题将在生活进程的本身被清理掉，那是真话，是事实的一种陈述，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是这样一来，
出现静心跟他是否兼容的问题。现在你的愚蠢已经进来了。静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必须做它，就像你必须做很多其他事情一样。为什么要把静心看成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呢？静心是生活的一部分，你也必须经过它。你之所以来静心，是因为你的里面有7种东西需要它，否则你何必要来呢？并非整个世界都到我这里来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到我这里来。我对他们和对你们一样的敞开，即使住在普纳的人也没有到这里来，而你们可能已经远涉重洋。你的里面有某种东西，一种对它的深深的渴望。单独的性不是生活，单独的食物也不是生活。静心在生活当中跟别的东西一样，去经过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艾哈德所说的完全真实，它是事实的一种陈述，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一个人只需要去生活，每一样东西都会各得其所。但是静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瑜伽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人必须经过它，你无法逃避它。如果你试图逃避它，那个你所没有完成的一部分将永远挂在你的上面，你将感觉到有某些东西还不完整。要勇敢，不要逃避任何地方。无论你内在的生命领你到什么地方去，你都去。不要担心他会把你领到什么地方。我知道，有时候他会把你引向歧途，但是误入歧途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永远正确，那些试图永远正确的人到死的时候几乎都是彻底失败的。不要担心你可能会误入歧途，如果生命把你引向歧途，那么你就去，快乐的去。那个把你引向歧途的能量将把你再带回来，那个逗留或许就是最后成长的一部分。这是我的体验，到最后一个人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是配在一起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好的和坏的，正确的和错误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不管你做过什么，到最后一个人会发现生命真的很精彩，每一件事情都配得好好的。如果你往回看，你不会愿意改变任何事情，因为即使你改变一个部分，那么整体也就被改变了。这就是接受，这就是印度教徒对命运的态度，或者是伊斯兰教徒对人命的态度。这种态度非常简单，只是无论发生什么，都把它看成你命运的一部分。进入它，不要保留你自己。如果你不得不犯错误，那就犯错误，但是要犯得彻底。如果你不得不摔跤，那就摔跤，但是要摔得像一个醉汉那么完全。不要抵抗，因为如果你抵抗，你就会错过。如果你不得不活在黑暗里，那就活在黑暗里，但是要快乐的活，舞蹈的活。为什么要愁眉苦脸的呢？如果你在感觉你被地狱包围着，那你就去感觉它，它可能是你命运的一部分，你成长的一部分。当然，我也知道，当一个人经过地狱的时候，那是非常困难的。我知道，因为成长是非常困难的。当一个人经过一个难题，一个令人心碎的难题，一道难关的时候，一个人就想逃跑，一个人就想不去面对它，一个人就想成为懦夫。但是这样一来，你会错过某种东西，某种将成为最终整体、最终和谐的一部分的东西。如果你全然的生活，我不设置任何条件，我说的是无条件的生活。如果你内在的声音告诉你去静心，你就去静心；如果你内在的声音告诉你去喝酒，那么你就去喝酒，变成一个醉汉。但是要全然，因为只有通过全然，一个人才会超越；只有通过全然，一个人才会转变，因为通过全然，一个人才会了解他在做什么。人们到我这里来，他们说他们心里有很多愤怒，他们不想再要这些愤怒了，他们已经受够了，
他们已经为此吃了很多苦头，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变得很悲惨。他们十分后悔，每当他们发火的时候，他们都十分后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试着不发火，他们决心不发火，他们把所有的意志力都花在上面，但是几个小时一过，他们就忘了。然后又发生某件事情，又形成一个局面，他们又发火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他们，不要后悔，就从那里开始。不要后悔，你至少可以做到这一点。要发火，要尽情的发火，不要后悔，不要为此而感到抱歉。你已经生气了，要接受这个事实，你是一个具有愤怒的天性的人。可以了，你尽情的发火吧，因为后悔在阻止你尽情的发火，有某种东西被保留着，那个保留在里面而没有被表达出来的部分会变成有毒的，会变成一个癌种，它将影响你的所有生活，你的整个一生。要生气，而当你有生气的时候，让那个现象变成你可以说我就是生气，而不是我是生气的。没有人等在后面看着他，你就是生气，它将变成一团火，一团地狱之火，那将是极大的痛苦，但它必须如此。或许如果你能够真正的置身在地狱之火中一次，你就会对它变得非常警觉，以至于不再需要下决心去反对它。这个体验本身已经决定了一切，你将再也不会靠近它。并非你发誓要反对它，并非你到教堂去认错和忏悔。人们也开始享受忏悔了，他们也开始沉溺在忏悟里。我曾经听说，有一个女人第7次到教堂里，在神父面前忏悔赎罪，连神父都觉得有一点惊讶，因为一次又一次都是相同的罪，她跟一个没有跟她结婚的男人做过爱。所以神父说，那个罪你犯了7次，还是只犯了1次？他说只犯了1次。所以他说，那么为什么你还继续忏悔呢？你已经忏悔7次了。他说，我喜欢谈论它，只是想想他也觉得很美。即使在想象里对一个神父忏悔，人们开始沉溺在他们的忏悔和认错里，他们甚至可能会夸大其词，这是我的感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似乎就是一种夸张，他似乎沉溺在它里面。那个犯过很多罪的想法似乎很吸引人。在印度，甘地自传似乎就是一种夸张，他不断地对他的罪恶谈论来谈论去，似乎他正在享受它。现在心理学家说，有一些人会夸张他们的罪恶，因为这样一来，相对于那个罪恶的背景来说，他们就变成了伟大的圣人，因为他们犯的不是普通的罪，他们是那么大的罪人，而现在他们变成了那么大的圣人。差距是巨大的，革命是伟大的。只有一个大罪人才能成为一个大圣人，普通的罪人怎么可能成为大圣人呢？你抽了1次香烟，你是否认为就因为你抽过1次香烟，或者你注目过一个女人而在心里面产生色欲，就这样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圣奥古斯丁或者一个甘地了吗？那是不行的，材料还不够。你无法从小罪恶里面创造出大圣人来，你必须是一个大罪人。所以你永远都不应该相信那些写自传的人。我肯定读过好几千本自传，然而我的观察是这样的，没有任何其他种类的小说比自传更虚假了。自传是最大的虚构，所有的自传都是虚假的。要么就是一个人不断地赞美自己，要么就是一个人不断地谴责自己，但是两者都不真实，因为两种方式都使一个人变得不平凡。仅仅依靠平常，自我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有人问临济禅师，你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修行的？他回答的极其简单，你怎么可能用这个回答写成一部自传呢？他说，当我觉得饿了，我就吃饭；当我觉得困了，
我就睡觉，如此而已。你怎么可能用这个回答写成一部自传呢？临济禅师也不会因此看起来像一个大圣人。这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圣人呢？临济禅师死了以后，他的门徒在一个寺院里演讲，有一个属于相反宗派的人站起来，他感到非常嫉妒，因为有这么多人来听他演讲，所以他站起来说：有一个问题，先生，你说了那么多关于你师父的事情，但我的师父才是一个真正的师父，他能够做出成千上万种奇迹。我亲眼看见过，他站在河的一边，那时候正好是雨季，河水涨得很高。有一个门徒站在对岸，手里拿了一本复写本。我的师父在这一岸用铅笔写字，就写在对岸门徒的复写本上。你能说出你的师父做过什么奇迹吗？那个门徒说：我只知道我的师父经常做一件奇迹，每天都做，每分钟都做。整个大厅顿时安静下来，人们都很好奇，想知道临济禅师究竟做了什么奇迹。那个门徒说：当他感到饿了，他就吃饭；当他感到困了，他就睡觉。那就是他所做的唯一的奇迹。你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奇迹，但它是一个奇迹。它是一个十分深奥的现象，它意味着完全自然。你几乎是在斗争。当你感到饿的时候，你不吃饭，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当你不感到饿的时候，你吃饭，因为现在是吃饭的时间。当你感到困的时候，你回避它，因为有一个值得去的舞会，或者有一部值得看的电影。当你感到困的时候，你坐在电影院里。当你不感到困的时候，因为电影把你弄得太兴奋了，现在你没法睡觉，所以你不得不服用安眠药。不自然已经成为我们自然的生活了。当然，自然也就成为一种奇迹，最大的奇迹。只要喜爱平常的事情，吃、喝、睡，拂面而过的清风，享受平常的事情，喜爱它们，那么整个生活就会变成一种庆祝。艾哈德是对的，他在说一句老子式的话：你一直试图改变或者忍受的问题，将在生活进程的本身被清理掉。经验生命，经验它的全部，进入它所有的向度，沉溺于每一个向度，全然的沉溺，到最后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有帮助。每一件事情，我说的是，甚至那个给你造成很多痛苦的妻子，甚至那个也有帮助，甚至那个你深深喜爱又死得很早的孩子，甚至那个也有帮助，甚至那件因为失败而导致你破产的生意，是的，甚至那个也有帮助。每一件事情，失败和成功，痛苦和欢乐，正确和错误，迷途和回家，每一件事情都有帮助。从这个混乱里面出现一种和谐，但是一个人必须全然地经验它。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达到那种和谐，不是的，那是一种可能性。一个人可能达到，也可能错过，那些错过的人都是努力想要达到他的人，那些达到的人都是不很担心是否能够达到他的人，他们只是一刻接着一刻的生活。那个最终的和谐，那个高潮，是一种累积的效应。所以不管你有什么地方，你都要享受，不管你拥有什么，你都要感激，深深的感激，让这成为你唯一的祈祷。不管你去什么地方，都要尽情的去。如果你去找妓女，尽情的去。而我知道，即使你到你妻子那里去，你也没有尽情的去过。如果你喝酒，尽情的喝。而我知道，你连喝水都没有尽情的喝过。这种不完整的生活无法变成一个高潮，这种生活一直过得不完整，过得支离破碎，它无法创造一个和谐。你在死的时候将是一片混乱，所以你在死的时候总是怕死。当死亡敲你的门时，你将发抖，因为你还没有达到生命的和谐，而死亡已经来临了。
你还没有生活过，而死亡已经来临了。迄今为止，你还是不完整的。事实上，你还没有生下来过，而死亡已经来临了。你在发抖。一个已经生活过的人，一个已经经历过他的日子的人，总是很美丽的接受死亡，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做了。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事情，他已经经验了一切，他进入过所有的方向。生命所能给予的一切都已经积累在他的里面。他已经积累了生命的蜂蜜，现在他准备好去死。没有其他事情，你知道吗？一勺蜂蜜，一只蜜蜂必须访问5000朵花，一勺蜂蜜要5000朵花。而一磅蜂蜜，科学家估计，他们说蜜蜂必须飞上好几万朵花里。一勺蜂蜜要5000朵花，一勺蜂蜜要5000次体验，成千上万次体验。只要记住一件事情，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要全然的在那里，否则你将访问了花，而在离开的时候没有带上蜂蜜。那是一个人所能碰到的唯一的不幸，也是几乎99%的人都碰到的不幸。你太匆忙了，只要想想一只匆忙的蜜蜂，它飞向花，但是从来不碰它，因为它忙着要到另一朵花上去，还没有完成，它就飞向另一朵花。但是当它飞到另一朵花的时候，他的头脑里面又有一个想法在渴望飞到另一朵花上。他访问了5000朵或者500万朵花，最后还是空手而归。不要做这种类型的蜜蜂。当你访问一朵花的时候，要真正的访问它，要忘记世界上所有其他的花，在那一刻没有其他的花存在，仅仅做一只蜜蜂，嗡嗡地快乐地享受那朵花，尽可能全然地跟它在一起，这样你就会积累生命的蜂蜜。当你死的时候，你就会死的喜乐，死的狂喜。你生活过了，你的心里没有抱怨，没有不满。而我告诉你，如果你全然地觉知地活过所有的时刻，那么在死亡的时候，你就能够祝福一切你的朋友和你的敌人。是的，也祝福你的敌人，因为没有他们，你就无法达到这个高潮。他们是一部分，是那个叫做生命的神秘现象的一部分。第5个问题，你曾经说过，问题里面就有答案，所以问题的本质决定答案的本质。那么，头脑所能问的最基本的问是什么呢？头脑永远问不出基本的问题，因为无论头脑问什么，都必然是肤浅的。当问题发自你的存在，而不是你的头脑，它就不是语言的，它将是存在性的。你将变成那个问题，这时候它才是基本的。有一个苏菲的神秘家，每天都到清真寺去，他会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就这样年复一年。人们开始感到很好奇。有人问，你从来不说任何话，我们甚至没有看见你的嘴唇动过一下，我们仔细地注意过你，观察过你，我们甚至觉得你在里面也不说任何话，你站在那里像一块石头。这是什么类型的祈祷呢？那个神秘家说，有一次，一个乞丐站在皇帝的王宫前面，皇帝出来，看着乞丐说，你要求什么？你想要什么呢？乞丐说，如果你看着我还不能了解的话，那么就不需要说了。我去找另一家。看着我赤裸裸的在寒冬里浑身发抖，看着我的肚子，它已经贴在背上了，看着我的四肢，所有的肉都没有了，我只剩一副骨架，而你却问我想要什么？我的人在这里还不够吗？国王感到很害怕，那个乞丐是对的。后来他给了他很多东西。神秘家说，当时我正好路过那里。从那一天起，我就停止祈祷了，因为我能对世界的皇帝说什么呢？难道他理解不了我处于什么样的悲惨之中吗？我还需要说吗？声明吗？我还需要跟他明讲吗？
如果他理解不了我的处境，那么讲又有什么用呢？那是没有用的。如果他理解不了我的处境，他就理解不了我的语言。沉默是我的祈祷，不问是我的问题，无欲是我的欲望。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全部存在。这就是基本的，这就是根本的，这就是彻底的，它直接发自根部。彻底这个词来源于根这个词。彻底的、基本的、根本的问题从来不是头脑问的。头脑问不出这样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头脑是没有力量的。头脑就像海上的波浪，你能问我哪一个波浪是最深的吗？没有一个波浪是最深的，没有一个波浪能是最深的，因为波浪只能在表面上存在，它们无法在深处存在。在深处是没有波浪的。头脑是表面，是波浪。所有头脑产生的问题都是肤浅的。当头脑被放弃的时候，才会问出基本的问题。那是一个没有头脑的问题，那是一个存在性的问题。然后你跟一个甚至在你心里都没有被说出来的问题在一起，因为谁会去说它呢？头脑已经被放在一边，你的整个存在就是一个问号。只有当你问出那个基本的问题时，师父才能把他自己的全部给你，他才能把他自己倒进你的存在。当你问一个肤浅的问题时，当然不可能给你一个基本的回答，因为它将传到聋子的耳朵里，落在死人的心上。当你问一个问题时，回答的质量已经在它里面决定了。第6个问题，你把我们叫做古人。如果我们在过去生中曾经跟别的师父待在一起，我们怎么可能老是错过他们呢？因为你们跟过去太一致了，要稍微不一致一点，否则你们也会错过我。第7个问题，你说老子生下来就是老的，他是怎么达到他的智慧和成熟的呢？是否必须有一个师父把他领到他可以一生下来就是老的那个点上？你甚至连幽默感都没有，你无法理解一个玩笑。这些不过是象征性的故事，它们本身很美，但是如果你开始对他们问问题，他们就变丑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失去所有的神秘和诗意的，人们就是这么做的。整个神学都是关于这些荒唐的问题。耶稣真的是一个处女生的吗？他只是一个美丽的象征。耶稣死了以后，被钉死了以后，真的复活了吗？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象征。老子真的生下来就是老人，就是84岁的老人，真的在他母亲的子宫里面待了84年吗？他只是一个老子式的美丽的玩笑。我怀疑这个谣言就是老子传播的，没有其他人说得出，它太微妙了。如果你理解这个玩笑，你就理解；如果你不理解这个玩笑，请不要问问题，忘记它，因为问题会彻底毁了它。据说，每当有人讲一个笑话，都有3种笑。第一种笑发自那些马上理解它的人，笑话必须马上理解，一刻也不停顿，否则你就缺乏幽默感。那是它的全部要点，它突然打动你，它突然打到你内在的某个地方，你知道它是什么。你也许无法向别人解释你为什么笑，你越解释，它越使人困惑。你为什么笑呢？那是一个微妙现象。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当有人说笑话的时候，那个笑话在2个层面上运动，笑就是这样引发出来的。有一个层面上，每样东西都很简单，都很平常，没有什么是特殊的，然后突然在最后来了一个转折，一句妙语，在最后突然有一个转折，你完全没有料到会这么发生。所以如果你听过这个笑话，你就不可能再笑了，因为现在那里没有转折，你已经知道了。当出乎意料的转折突然降临，甚至在1秒钟以前都没有，每样东西都在平地上，突然你站在埃弗勒斯峰上，一切都改变了，
改变的那么荒唐，那么不合逻辑，那么没有道理。你爆然大笑。如果你理解一个笑话，你就会马上理解，不需要你做任何努力，它就像觉悟或者三摩地一样。还有第二种类型的笑，这些人也理解这个笑话，但是他们需要停顿一下，这样他只碰到他们的理智，而不是他们的整个存在。他们也笑，但是那个笑是从嘴唇出来的，是一个理智的现象。第一种笑来自肚子，第二种笑仅仅来自头脑。他们理解那个要点，然而理智总是需要时间，它不会迅速掌握某样东西。即使脑筋最好的人也有一点笨，因为理智的本性就是无法跳跃。它按照逻辑的步骤行事，它需要时间，它是一种发展，一种渐进的现象，你一步一步地达到结论。那是第二种笑，它是淡的，不很深，不很放松，不是一种宣泄，只是一种理智的现象。脑子里面有某样东西咔嗒一声激起一点微波，如此而已。但是第一种笑非常深，如果它真的发生，那么一个笑话就能变成一次觉悟。在那个笑里面，头脑可以完全消失。还有第三种笑，那些人之所以笑，是因为其他人在笑，他们并没有理解，但是为了不让别人觉得他们笨，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所以他们最后也笑了。看到别人都有笑，所以他们不得不笑。有一次，穆拉·纳斯鲁丁到法国去，他跟他妻子一起去看一场喜剧表演。他的妻子很惊讶，因为每当那个讲笑话的人在舞台上讲了一个笑话，或者做些什么动作，穆拉都会高声大笑，以至于他的声音压过全场观众。人们开始朝他看，他的妻子弄不明白，因为他知道他不懂法语，所以他问穆拉：我跟你一起生活了30年，我从来不知道你懂法语，你怎么会理解台上的笑话？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厉害？穆拉说：我相信那个人，他肯定在说什么好笑的事情。当一个人必须笑的时候，为什么要笑在最后呢？为什么不首先笑呢？当一个人必须笑的时候，一个人就应该大声地笑，这又不要花钱，而且我也自娱自乐。这就是第三种笑，你那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它是一次伪装。你以为那里肯定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你相信那个人，或者你相信那些正在笑的人，为了不让他们觉得你笨，你也跟着他们笑。每当有人说笑话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分辨出这三种笑来。这纯粹是一个老子式的笑话。没有人能够在母亲的子宫里待上84年。就算老子做得到，你也想想他的母亲。老子或许开悟了，可以生活下去，但是他的母亲，可怜的母亲，你也替他想想。即使9个月都太长了，何况84年，他的母亲早就死了。不，他是一个微妙的幽默。他说的是老子生下来就很有智慧，他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他从童年开始就很有智慧，那是唯一的意义。他太有智慧了，以至于到处传说他生下来就是老人。耶稣这么纯洁，他怎么可能是由性欲产生的呢？他是由性欲产生的，没有别的方式，生命没有提供例外。他是由普通的爱欲产生的，但是那个故事说出了一些非常美丽的事情。那个故事不是真的，而我说它是真的。作为一个事实，它不是真的，但是作为一个真理，它是真的。在真理面前，事实算什么呢？事实只是生命的一种普通的真实性。不，耶稣的母亲不是一个处女，如果你就普通的事实来说，但是她是一个处女，否则她怎么可能生出一个那么纯洁、那么天真的孩子呢？她是一个处女，她肯定非常非常天真，绝对天真，好像她从来没有了解过任何男人。这就是她的意义。
意义就是好像他从来不知道性是什么，好像他从来不知道普通的性交是什么。但是那些都是好像，一旦你强迫他们作为事实，你就很愚蠢。所有的神学家都很愚蠢，他们试图证明那是对的。她是一个处女，上帝在历史的那一刻允许过一次例外。这是一种说话的方式，用这种方式可以说出一些用别的方式无法说出的美丽的事情。这只是说耶稣来自贞洁的源头，耶稣来自纯净的天真，那种天真不知道任何世俗的或者肉体的污浊，如此而已。不要坚持说那应该得到解释，因为解释会杀死他的灵魂。最后一个问题，你说你只是一个在，你无法做任何事情，但是我和其他每一个人都觉得你一直在你的慈悲里影响我们和事态的发展，带领我们接近你的寺庙。这是否是我们的想象在作祟？我无法做任何事情，但是我的在可以。当我说我无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的意思只是没有我在我的里面，那个作者已经融化了。所以没有作者，你怎么可能做事情呢？但是事情在发生，当作者融化以后，就会发生非常的事情。我不能说我是他们的作者，或者作者，我不是作者。事实上，我并不存在，我只是一个没有标签的在，只是一个开口。如果你在我的在里面，那么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如果你允许我的在进入你，化入你，变成你的一部分，那么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甚至那不可能的也是可能的。但我不是那个作者，它只是发生了。我并不是特别的有做这件事情，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一个关照者，它是一个发生。如果你跑到太阳那里去，对太阳说你十分感激它，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它一直为你在地球上消除黑暗，太阳肯定非常吃惊。太阳会说，我不知道黑暗是什么，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它，我从来没有消除过它，因为你怎么可能消除一样你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东西呢？但它一直都是这样在发生，光明来临，黑暗就消失。如果你允许这个在这里的在，那么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黑暗可以消失，但我不是那个作者。我不会强迫你接受任何东西，因为那是一种暴力，即使它不是一种暴力。我也不能做，因为那个作者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你进入我，你有，那也不会遇到任何人。那座寺庙完全是空的，一座真正的寺庙总是空的。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上帝坐在里儿，那么它就是一座人造的寺庙，无是唯一的寺庙。是的，我没有对你们做任何事情，但是很多有情都会发生。所以不要认为这或许是想象，因为认为这是想象，或许就是头脑的一个把戏。因为这样的话，头脑可能会封闭起来。认为这是想象，是一种投射，是这是那，头脑可能会封闭起来，然后一切事情都会停止。你不要听头脑的话。当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要跟头脑在一起。我是一个无念，跟我在一起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一个无念，然后事情就会发生。没有人有做那些事情，他们完全自动发生。静静地坐着，静静地跟我在一起，你就会成长。没有人在做任何事情，我不在做，你也不在做。只要静静地坐着，有你里面的存在将自动成长。结语：向前迈进的关键思考。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深入探讨了老子《道德经》第10章的智慧与悟性。我们明白了，悟性不是逐步增加或爆发而来的，因为它本就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开悟完全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全然的渴望，全然的接受自己。我们通过古老的故事和老子的智慧，看到了一条通向开悟的简单之路，
那就是接受自己，过平常的生活。自我渴望非凡，但真正的智慧和开悟却隐藏在平凡中。当我们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像老子那样简单的生活，我们才能在绝对的平常中发现真正的开悟。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助你们更好地理解智慧和悟性的本质，启发你们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平静与开悟。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下次再见，感谢观看，愿你们在平常的生活中找到非凡的智慧。